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高僧说今生别错过3种人：脸上有酒窝，脖子后有痣，胸前有颗痣，个个都是有灵之人。大家也许记得有句很有名的小品台词是：一个人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是伙夫。在论人的时候，常常有栋梁之才这个词。命理学上所谓栋梁之才，就是脖子上支脑袋，叫做栋，下依四肢叫梁，高高直立的就是脖子及头颈。如果把头比喻为树根，手脚是树枝的话，那么脖子就是其树干。今天小酱汁就给大家说说脖子与运势的关系。一、命好的脖子。一、脖子圆实。如果一个人的脖子长得圆实有肉，这种人大多头脑聪明灵活，而且意志力坚韧，做事坚持，从来不会轻言放弃，并且这种人还有着强烈的目标感和旺盛的好胜心，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有始有终，哪怕有再多的困难和挫折，也会努力去克服。而且这种人学习能力特别强，心性乐观而积极，富有创造力，特别的适合经商，即使是白手起家也能收获匪浅。如果脖子与整个面相和四肢的配合协调的话，那便更有福气和财气了。二、脖子方厚。若是一个人的脖子长得丰隆方厚，看上去浑实有力且气色红润健康的话，这属于一种非常难得的吉象。长有这种脖相的人大多很有智慧，思考力比较强，而且做事非常的有原则，自我控制力非常强，在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诚恳，很讲信用，做起事来踏实稳重，考虑问题目光长远，非常的大气，领导力比较强。这种人特别的适合从政做官，若是与面部的四肢配合得当，必定前途无量，即使不能大富，但大贵是没有问题的。三、脖子有棱角显方。脖子有棱角显方的人，看上去就好像一头威严的雄狮一样，让人心生敬畏，看上去就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样子。这样的人当官是比较适合的，有着领导的风范，从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学霸，因为当官也是要有一定的基础的，读书不得行的人怎么能够当官呢？所以努力是必不可少的。这样的人学习的天赋是很高的，有朝一日就可以为官为富。四、脖子圆长光滑。脖子圆长光滑又被称为天鹅颈，就好像天鹅的那般优美好看。拥有这个脖子的人财运是很好的，而且也是很有福气的一个人，贵气尽显。即使是出身很是贫寒，那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。男人的话，事业可以飞黄腾达；女人的话，注定是嫁个贵夫，翻身成为有钱人。五、脖子向前仰。脖子倾仰分为向前或是向后，若是向前仰，这样的人性格比较温和，喜欢聆听，非常的善解人意，人缘好，在事业上容易得到他人的帮助，获得成功也比较容易。六、脖形优美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脖形长得比较优美，则这样的人做事有主见，行动力比较强，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会比较顺心，而且自身的身体健康也非常的不错，命中会有贵人相助，事业上的发展机遇较多，也能够得到家人的帮助与支持，懂得协调好工作与家人的关系，稳中取胜，事业上蒸蒸日上，生活和和美美。七、后脖有痣。后脖子有痣表示有靠山，做工作经商都能有贵人相助。痣点上长在脖子的后面，表示这个人一般不太爱显山露水，属于那种比较有钱但是不是很显摆的那种，在命理上叫做屋下藏金。后痣说明你很有远大的理想，很美好的憧憬，但是苦无门路和机遇，你的前半生可能会碌碌无为，但是后半生你却是家财万贯，会是雄霸一方的主。二、命不好的脖子。一、脖子肥大。如果一个人的脖子长得肥大有肉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心胸宽广，包容心强，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，为人处事时富有大将之风，非常的大气，而且这种人大多很有志向，上进心也比较强，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断去努力奋斗，并且很有胆识和魄力，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，有着很强的行动力和执行力，特别的适合从事一些实操性非常强的工作。
能成大事。但若是脖子粗大但有青筋外露的话就不好了。这种类型的人一般脾气不好，性格反复，特别的爱发火，容易给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带来伤害。2. 脖子纤细。从当前的审美角度来看，很多人都认为脖子如果更加纤细的话会更有美感，但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，如果脖子太过纤细，对于个人运势是不太有利的。如果一个人的头小且脖子较细，看上去脖子和头部的比例匀称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，很有才华，特别适合从事一些艺术表演之类的职业，而且心思细腻，考虑问题非常的周到，但是内心也比较的敏感，心理压力比较大，生活和事业中烦恼较多。若是一个人的头大但脖子纤细的话，首先看上去就失了美感，而且这种人大多身体健康方面不佳，要多注意身体。3. 脖子粗短。短粗颈面相的人有着跟他们脖子一样的性格，那就是目光是没有那么长远的，往往想事情的时候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，而看不到长远的未来。我们说人要看得远才能走得远，看得近也就只能够走到近的地方。如果有一日能够改变自己的这种想法的话，那就有可能会成功的。4. 脖子有喉结。脖子上有喉结的人一般为男性特征，若是一个人的喉结过大露骨过分明显，则这样的人雄性激素分泌过多，脾气会过于暴躁，对于身边的人没有耐心，人际关系比较差，招惹小人，容易破财败运，甚至会有血光之灾。喉结平和，不会过分突出，仕途比较顺利，就算是有困难也能逢凶化吉。5. 脖子上有青筋。脖子上有青筋或是血管外露，这样的人做事没有脑子，常常靠暴力解决问题，非常容易冲动，命中有凶相，非常具有攻击性，让人不敢靠近，容易别人挑拨离间，自尊心较强，没有头脑，所以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躲得越远越好。6. 脖子有乱纹。脖子上有乱纹纵横交错，这样的人对自身的事业阻遏较大，运势容易衰落，且本身的健康状况堪忧，容易发生祸患，就算是有福气也不能成就，只能是一时风光，福缘浅薄。7. 脖子向后仰。脖子向后仰，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抬头老婆低头汉，男人女人平时都是抬头脖颈向后仰的，为目中无人，但做事能力强。脖子向后仰的女人称为抬头老婆，这样的女子性格自以为是，以自我为中心，男人驯服不了。脖子向前低的男人称为低头汉子，这样的男人性格内敛，工于心计，以精于算计而著称，这样的人往往难交。8. 脖子弯曲的面相。脖子歪斜并且弯曲的面相有如额颈一样，主个性奇异，做事多不中肯，偏私心较重，且多有不平不满之心，难以正常相处，其人多刚愎自用，人际关系不良，一生小人多贵人少。9. 脖子歪斜面相。脖子倾斜歪斜者一般主为人气大，一生多难多挫折，不能平顺过一生，且婚姻多有不顺，并且头小配以小细脖子，代表没有福禄，多贫贱劳苦。10. 头大脖子细。头大脖子细小主运气不佳，做事能力不足，一生多思少行，多自不量力，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，多忧多虑而无所得。脖子细而肩膀低垂的人，一生很难做成事业，只能随波逐流，不能审时度势而成为佼佼者。11. 脖子松弛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脖子过于松弛，皱纹比较多，则这样的人通常自律性比较差，常常处于自暴自弃的局面，对待事业完全没有上进心，常常容易半途而废，生活过得比较窘迫，对待个人的发展也会非常不利，没有赚大钱的本事，事业上也常常会低不成高不就，一辈子浑水摸鱼，没有真材实料。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，但是大部分都只是白日做梦想象而已，毕竟成功还得靠自己，想要变有钱亦是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实现的。但是有那么一种人，他们却是可以一夜暴富的，这从他们的手相就能看出来。那么一夜暴富的手纹路怎么看？什么掌纹预示命中暴富？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介绍一下。1. 手掌中有直觉线。如果手掌中出现了直觉线，说明此人通常非常灵活，反应也很快，能够抓住很多机会。
尤其在财富方面，得到意外之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好运不断，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困难的事情，并且善于精打细算，能够利用手中的财富获得更多的收益。手掌中有直觉线的人对于金钱的把控能力非常强，生活安逸富贵，不用为物质所困。不过这种手相的人有时候做事比较盲目冲动，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，在这方面要注意。2. 财帛宫肉厚实。一个人命中有没有偏财，通过财帛宫也可以看出来。如果财帛宫的肉比较厚实，说明必有横财入命。财帛宫厚实的人正财不是特别稳定，如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话，往往是比较困难的。但是在偏财方面，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比如买彩票中奖，无意中继承到一笔远方的财富等等。这些好运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，一辈子无忧无虑，不用再被钱财的事情烦心。3. 不动产线。很多人不太了解不动产线，其实不动产线就是横跨于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。拥有这条线的人在财富方面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，尤其在不动产方面会有很多房产和商铺，不用努力就能过上富贵的生活。这种类型的人财运特别好，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就能够收获回报，一生当中财运不断，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都是轻松简单的事情。拥有不动产线的人自身魅力也很强大，有着很好的异性缘，在感情的道路上非常顺利，大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。4. 太阳丘出现新闻。如果在太阳丘部位出现新闻的话，说明机遇特别好，能够轻而易举地赚到丰厚的财富。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具有艺术才华，创作能力也很强，并且善于掌握机会，能够抓住好的赚钱项目，生活状态是非常轻松的。另外，太阳丘有新闻的人自身命格很不错，健康情况也很理想，大多数人都能够健康长寿，是非常好的手相。5. 财库纹。手上有财库纹也是非常好的手相，拥有财库纹的人通常财富掌控能力特别强，善于积累财富，赚钱之路非常轻松。这种类型的人人际关系也很不错，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人脉，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们结交，尤其在得到赚钱机会的时候，首先就会想到他们。正因为朋友会自己提供很多帮助，所以在金钱方面的收获是非常轻松的。另外，拥有财库纹的人偏财运势特别好，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，甚至还会因为这笔财富而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。如果你手上有这5种偏财旺的纹路，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偏财旺的人能大富大贵，一般情况下手上有这12种手相特征的人，也能够靠自身的努力过上富足的生活。1. 中指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中指比较长，说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，将来会走上大富大贵的道路。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自身能力很出众，做事有耐心，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。2. 手指没有缝隙。如果一个人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话，说明可以留住财富。这种类型的人金钱收入是非常多的，并且有着很强的聚财能力，不会出现破财或者财富流失的情况。另外，手指没有缝隙的人在金钱方面很善于投资，获得的收益非常理想，能够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。3. 断掌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断掌是不好的手相，其实从财运角度来看，断掌的人通常财运是非常好的，赚钱能力强，命中有福禄，不仅事业有成，在金钱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收获。断掌之人大多做事有耐心，对于自己选择的事情能够坚持到最后，所以积累财富的能力也很强。4. 手掌红润有肉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红润有肉，说明健康情况比较稳定。通过这种手相可以判断出此人的财运也非常好，将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。手掌厚实有肉的人善于精打细算，在消费方面很节制，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，所以大部分人在金钱方面收获都是非常好的。5. 财富线很长。如果一个人的财富线很长，代表着命中有很多的财富，财运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好，尤其在晚年时期，财运亨通，生活富贵吉祥。6. 事业线很长。
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很长的话，说明在事业上取得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，而通过事业的发展也能够收获不菲的财富，生活顺风顺水，充满幸福。7. 财库，如果手中的掌纹相互交错，形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，这个正方形就是财库。财库象征着此人的财富聚集能力，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走高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，并且这样手相的人守财能力很强，能够很好的守护住手中的财富。8. 太阳丘丰满，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，如果太阳丘的部位丰满的话，说明此人的赚钱能力很强，有着很好的投资眼光，基本上做出的选择都能够得到收益，不会存在散财的风险。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是很聪明的，善于把握机遇，并且很懂得理财，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，在年轻时期就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财富。9. 火星丘红润，火星丘位于食指下边，接近大拇指的位置，这个地方是火星丘。如果火星丘比较红的话，说明此人的财富运势是非常好的，很适合做生意，能够将生意做得风风火火，赚取很高的利润。这样手相的人对于很有眼光和格局，富有创新精神。10. 有3约纹，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，说明财富状态是非常可观的。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根基丰厚，能够从家里得到很多的产业与金钱，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。不过他们本身也很善于理财，能够将手中的财富变得更加丰厚，一生不缺金钱。11. 凤眼清晰，大拇指第2处的纹路被称为凤眼，凤眼明显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，擅长理财和投资，有着很好的眼光，无论做出什么选择，基本上都能得到很好的收益。凤眼明显的人偏财运势也是很不错的，经常会得到意外的财富，比如家里拆迁获得巨额赔款等。12. 手指有弹性，手指有弹性的人很善于持家理财，在所有开销方面都会精打细算，依靠这样的好品质实现发财致富。这样手相的人绝对有眼光和格局，虽然精打细算，但绝对不抠搜，在该花费的地方毫不犹豫。手相只是相学的一部分，相学只是算命的一部分，算命只是人生学问的一部分。所以即使是遇到了什么不如意，也不要随随便便气馁，不能因为一粒芝麻掉落而忘记了手中紧握的西瓜。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因为小小的不如意，忽视了大大的幸福。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，不可能一直以来都是一帆风顺的，人有的时候运势极佳，有的时候运势却很差。而从手相来看，手相能预示人的财运、事业运等等。那么如何从手相看你的事业运势？今天小酱汁为酱友们分析一下不同的手相特征，事业运势如何。1. 指头短，魄力十足，经营者。4根手指较短的男女不会在乎小事，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，因此能够很快的下决定，并且勇于采取行动。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，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。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的短小，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，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。2. 指头长，精明理性，实业佳宜。指头长的人精神方面的倾向较强，就手型来说，这是属于思索型或尖头型的人，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比较无缘。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，又擅长分析材料，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，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，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。3. 手掌肉厚，职场运势起伏不定。手掌肉厚比较有福，气势较旺，如果面相比较得力就更好了。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整个身体已经向上移动了，则说明自身向上生长的情况比较得力，能有助于事业的快速发展。只要自己辛勤努力，有朝一日便可成功。如果手掌过于肉厚，则属于劳碌奔波之类，一觉醒来发现有时高有时低，有时又全到别的地方，睡觉不老实，难安的状况，则事业起伏不稳，工作多变，心高志短。4. 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，能拼敢冲的大玩家，无名指要是跟中指一样长的话，那便是赌鬼之相，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。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、赛马、
玩桥牌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，眼睛也为之一亮，马上就会开始安排时间找钱去赌。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，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，股票、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。不过并不表示心中是否有万全的把握，这样的人假使诚心草率的下注，随便赌输赢的话，将会使自己落得一文不名。5. 方形手，勤俭持家，乖乖牌，这是方形手的人所有的特征。以西方人来说，日耳曼民族的德国人大都是这种类型。这种人的特点是在金钱方面很规矩，一板一眼地进行理财计划，相当扎实稳健。这种人的性格也很可靠，所以和这样的人有金钱上的往来，大可放心地将传票、账簿交给他。6. 手型瘦扁且关节青筋浮现，学术性研究者。这种人的手看上去扁瘦，而且关节和青筋浮现，也就是所谓的思索型手相。这种类型的人一般而言都相当的淡泊名利，并不将钱看得很重，反倒比较注重精神的东西，而非物质享受。这样的人比较喜欢沉溺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，专注于一些他自己有兴趣的研究。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尽管很理想，但是一辈子既发不了大财，也饿不死的财务状况，是最有可能的写照。如果不是因为研究成果能申请到奖学金，因发明而申请专利赚钱的话，那么这种人可以说是一生与财富无缘的。除他的配偶或周遭的人很会理财，不然这种人对于金钱是漠不关心的。7. 智慧线起自食指下方，白手起家的大老板。智慧线起自食指下方，象征有权力欲、统御能力和行政手腕。智慧线从食指下方往下走成一斜直线的朋友，特别具有领导力和经营事业的才能，一旦下了决定，勇往直前，到最后多能顺遂心意。此种手相者不管男女都很有魄力，站在第一线能有杰出表现，是很适合创业的手相。如果智慧线上端再出现支纹，则成就更大。要提醒的是，智慧线起点若达到食指根部，即便未来能掌大权，但由于私欲太重，老年恐怕难得善终。凡事需注意替他人留3分后路。8. 手上智慧线平直，创业能手。智慧线平直的人个性务实，思想有条理，不会为梦幻或不切实际的想法浪费时间精力，做事干脆利落，是处理实务的能手，工作上多能做出大小不一的成绩。许多创业能手的智慧线皆是平直，譬如鸿海老板郭台铭。智慧线平直加上智慧线起点与生命线分开的朋友，个性勇敢、果决，爱闯荡，喜欢多彩多姿的人生，排斥一成不变的生活，特别适合创业。智慧线平直的女性由于都是女强人，强硬较欠女人味，丈夫在外面花心偷吃的不少，需多注意家庭生活情趣的经营。9. 事业线起自生命线，目标明确的职场人。事业线从生命线上升起的朋友，奋斗心十足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开拓出人生道路的类型，一切成功毫不侥幸。因此种奋斗精神正是创业者所必须的，所以如想创业或可一搏。虽然好运来得较慢，但30岁后可逐渐抓住成功的机会。这种手相的朋友，若事业线起自生命线的下端，多数幼年起就家境不佳，较早进入现实社会，历经千辛万苦的挑战。事业线起自生命线中段，则生长环境较为顺利，但不论是以上哪一种，事业上的开花结果皆是脚踏实地而来，即便步入顺境亦不懈怠，保持着远大的目标，因而开拓出绚丽的人生。10. 手上水星线明确，企业管理者。水星线起自生命线或月丘前区，可以视为是事业敏锐度的指标。此种水星线又称商财线，对企业经营有先见之明，在策划上具备特别的才能，经营事业相当精明又有远见，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很大。有些人水星线2条直直从月球生出，更主将获得特殊的成就。只是如果水星线起于生命线内的金星球，由于内心不够宽广，较会计较，反倒适合一些专业或学术性的学问研究，不适合从事综合性的事业了。
11. 清晰优美的段长，大企业老板。段长的朋友多半主观强烈，做事有一贯的精神，不怕困难险阻，无论事情大小都能认真去做，极富敬业精神，自然是创业的适合人选。只是段长的朋友大多事业心重于夫妻感情，比较个人中心，因此需要配偶多包容宽谅。段长首相者天才型的比例很高，如果同时事业线佳、成功线佳，有能力把失败扭转为大成功及大幸运。许多经营大大小小企业的企业家中，常可见段长的例子。一般人认为，一个人如果生活方式发生改变，或者思想观念起了变化，手纹也会跟着改变。命运是要靠自己努力来得来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